She's a Mona Lisa. Everyone's lining up to see her. She's a Mona Lisa. Everyone's lining up to see her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ay。今天呢，我要录一系列我去美国留学的事情给你们，就好像刚开始为什么我决定要去美国，我怎么申请到的，我在美国遇到什么事情，最后为什么我选择回来，我很想要跟你们分享，或许可以帮助到以后要去美国念书的弟弟妹妹，或者你想让你的小孩去美国念书，有关于学费、课程之类的，我会包括在我的视频里面，但是我只会讲我的学校，如果你想知道别的学校，可能你们可以去其他 YouTube 的 channel 看一下。我故意躲在被单里看 Netflix， Danny 找我时撞倒被单， iPad 掉在我的门牙上，嘴唇黑青了。这次的 YouTube 我打算用华语来讲，而不是英文，是因为今天没有 Danny， 因为如果有他在的话，我一定要用英文，不然他每天会问我，你刚刚在讲什么？你刚刚在讲什么？翻译一下给我听。我就所以为什么我之前的视频或者有些之后跟他互动的视频，我会用英文来讲，那我就不用再翻译给他听了。首先我要来介绍自己，我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杜鲁斯分校，我在那里读钢琴演奏系和爵士双学位，毕业的时候拿到最高荣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因为我的朋友很多都拿到最高荣誉平时如果你要读双学位的话，你应该平均到来你需要5年的时间去完成，然后我4年半读完，但是很多学霸他们3年就读完了，4年就读完了。我读书的时候我是一边打工一边读，所以 take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。这个视频如果你觉得适合你的话，你就继续往下看吧。这个是第1集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是什么让我想要去美国读书。我念的是钢琴嘛，14岁的时候我有一个钢琴老师，是我爸朋友的女儿，她从美国念音乐教育回来，她就教我。我之前有钢琴老师的，但是她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她让我觉得其实弹钢琴也不错。就是她跟我上课的时候，她不会骂我，即使我没有练琴，她也不会骂我，她反而会每个星期带很好玩的东西来跟我上课。我亲爱的学生们，很抱歉我不是读音乐教育的，带不了玩具跟你们上课，因为你们是认真要上课的，我知道，哈哈哈哈。然后我们可以在上课的时候一起听音乐啊，一起分享我们听到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。后来我就觉得音乐还挺不错。我跟他学的时候我考第7级吧，所以我不是天才儿童什么的。到16岁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钢琴老师，他也是从美国毕业的，他自己是靠奖学金去到美国的。我跟他上课的时候还挺崇拜他的，老师你怎么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到美国？他说其实你也可以的，他就这样鼓励我们。不只是我还有几个同学，他们都拿了奖学金去了美国，他们学成回来都很厉害。我觉得是16岁遇到的这个老师，他给我很多启发。我以前是那种吊儿郎当的小孩，我很喜欢出去玩啊，我很好玩，虽然去了大学我也很好玩，但是他改变了我很多人生的想法。就是你从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你觉得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到你最后你觉得只要你肯努力，即使你不是天资很聪明的人，只要你付出的努力还比普通人上百倍吧，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。时间可能会迟一点点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达到你想要做到的。对我来讲，这件事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这2个钢琴老师让我意识到为什么我想要去美国。他们2个都是从美国毕业的，我就觉得那个是我想要去的。再加上美国离家里很远，爸妈比较管不到我，我就觉得终于可以自己独立了。美国人很讲究人权，他
会很尊重你的想法，这个是从理据看来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对美国非常的向往。我父母允许吗？我的父母很不允许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我妈妈就有一个梦吧。我妈妈觉得我每一步都要跟着我爸爸的脚步，所以我的小学、中学，甚至大学，她都希望我念的都是爸爸的学校。我小学念的是我爸的学校，中学也念的是我爸的学校，大学我也进到了我爸之前读的学校，是新加坡的 NTU 南洋理工大学。但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我没去，就像我讲的16岁，因为看到我的老师，所以我觉得我想去美国，但是那时候意志力还不坚定。到我19岁18岁毕业，19岁申请学校的时候，申请到了南洋理工大学。开学前一天，我真的不想让我自己后悔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，我不去了。我妈从我19岁一直哭到我22岁，她就是没几天就哭一次，看到是亲戚，她也会跟亲戚说，她明明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读书，为什么他不去读书？我跟他说我要去美国，他坚持不让我去，所以还有挑战性。我家里经济许可吗？家里只是一个小康之家，去美国读书是非常贵，在我家里的眼里觉得非常贵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打工。但是我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出来打工，我做过卖衣服，卖男生衣服，卖女生衣服，在 Pizza Hut 做过服务员。这些的打工经验之后，我会跟你提到有什么会帮助到我的。因为我妈不让我去美国，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支付我上钢琴课的学费，上课是从星期一上到星期六，星期天还有一堆补习，很多补习。平时上完课之后我去补习，补习了之后我就去教课，没有教课的时候我就拿来练琴。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高三生涯。我念华校，后来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一帮朋友玩 live band， 玩乐团，就在星期六的时候。但是之前就是星期一其他天我就会教补习，早上教补习，下午教钢琴，晚上就去打 live band， 就练习 live band 之类的。我的 live band 从 part time 就是做到 full time，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之后慢慢开始存到钱了之后，我就自己申请学校，申请到了美国 Arizona 的大学，纽约的大学，也申请了这间明尼苏达的大学。最后我选择了明尼苏达这大学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下一集跟你讲。希望这集的 YouTube 可以给你们一些概念。下集再见，拜拜。